内娱内卷已经常态化了。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谣言大本营搞出来的微影响力指数计分，背后故意拉踩的玩法特别娴熟了。这跟去年被禁的这榜那榜如出一辙，玩的就是多多益善的买路钱。所以赵丽颖、王一博昨天关于只有一个中国的击鼓传花操作，非常的主动，所卡的时间点非常值得说道。在申万我一早神预言的娱乐圈泛政治化的风暴下，真的是没有一个艺人的爱国情操和内卷实操没有彻底燃烧和升华的。这种内卷实际上也是相当残酷的，因为市场越小，僧多粥少。易烊千玺、王一博、秦海璐、刘琳、赵丽颖的对比感就越发浓缩了，各种强行的对比，残酷立判。王一博、王俊凯、易烊千玺近期的电影路透相当高频，或许不少人只关心自家的，然而呢，有对比更加让人触目惊心，触动深远。被舆论眼中压缩空间的那个易烊千玺，动作其实不小，形象大突破也是豁出去了，这倒是给王一博提醒了更多。现在的电影圈近期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大概就要数人生大事了。该片有笑点有泪点，是很真挚很地气的一部电影。地气这玩意申万我也没少谈，因为时代的味道越低迷，那么地气的需要就越高级。现在王一博搭档梁朝伟出演的电影《无名》，演员阵容一经官宣就已经开始备受期待了。预告片一出，期待更是直线 up。在预告片中可以看出，王一博的表现还是很亮眼的，粉丝和很多路人都表示很期待这部电影。王一博的表现也被反复推送和宣传，制片人于东更加不用说了，每次提到王一博，他都是满眼放光，赞不绝口，夸赞王一博的表现堪称惊喜，在和影帝对戏的时候也毫不逊色。可以说，市场的期待已经拉满。王一博从爱豆到演员，从电视到电影，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从各种路透图和官方放出的预告片和宣传物料中，都可以看出王一博转战大荧幕的动作，压根就不给自己时间，各种的努力和卖命，更是表现亮眼。只能说，王一博的大银幕作品包括《无名》、《热烈》、《长空之王》、《维和防暴队》，已经让今年的主流加顶流成绩单收官大作战进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与此同时，易烊千玺驰骋大荧幕的成绩已经早就备受认可，成绩斐然了。即便最近的滑铁卢也让他尝到了足量的挫折和苦头。目前为止，他主演和参演的电影《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奇迹笨小孩》、《长津湖》、《中国医生》都获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这让他的江湖地位依旧在线。他的成功的秘诀不仅仅是他能够把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很到位，也不仅仅是他特别喜欢一直去挑战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尝试，每一次都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他的秘密甚至比赵丽颖走得还彻底，让视角永恒359度的申万我也不得不感叹，有时候彻底豁出去的心智真的需要严厉的比较，才能让人在对比中看得更清楚、更扎心。易烊千玺目前已知未上映作品也还有6部之多，其中《满江红》路透图中，易烊千玺果然再次展现出了不一样的一面出来，从造型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角色和以往的不同。看来易烊千玺又要在国师的监督下再一次突破了。四字兄弟真的特别在挑战不一样的角色中体验进步，在每一部不同的戏里体验不同的人生。易烊千玺的《满江红》，世间有他3个字，江河日上，白鹤亮翅，舒兰河上，真的让他不容有失了。当然了，易烊千玺也知道内卷的压力，也知道王一博的弯道，因此他的秘密只能是变本加厉才行。对于赵丽颖而言，她的压力同样是内卷的压力，而且她和王炸弟弟王一博的小阻碍甚至还是同款。众所周知的，在暑假档的电视剧里，最受关注、最火爆的就当属赵丽颖、刘薇、罗晋等人主演的《幸福到万家》了。该剧的许多情节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所以观众也随着剧情的发展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在微博热搜中，相关的话题阅读量都是破亿的。而这部剧同样受人关注的郑晓龙老导演，也是众目睽睽之下的赵丽颖转型成功与否的钥匙。
这一点申万我也没少聊。可以说，郑晓龙老导演从《秋菊传奇》的小说中吸收了灵感，并且用相当现代化的方式把秋菊这样勇敢无畏的农村妇女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要知道，早在30年前，张艺谋也拍过同名作品《秋菊打官司》，该电影获得了国内外大奖。当年，巩俐饰演的秋菊深入人心，并凭借此剧荣登国际影后宝座。于是乎，电视剧项目开启不久，就有狗仔拍到郑晓龙与赵丽颖私下聚餐，随后又传出赵丽颖即将饰演女主何幸福一角。于是乎，这让吃瓜网友不免充满期待起来。特别在剧播之后，赵丽颖也经常被 Q 出来对标巩俐，这种比较，申万我没少聊。只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更多细节上的对比的确让人也是难免触动的。虽说赵丽颖出道前期曾因穿着打扮土气、气质略显土气的问题被黑粉反复吐槽为村姑，可如今真正饰演起来了，却被不少网友再次吐槽说不像了。那么您猜，农村出身的赵丽颖为什么反而被无情的黑粉再次吐槽不农村呢？说实话，在视角永恒359度的申万我的眼里，这跟演技半毛钱关系没有。但是一个硬伤的确无法回避，那就是有对比、有伤害、有内卷、有期待。在八五花中，赵丽颖已经一枝独秀，跑赢全场了。问题是，环顾全中国，老戏骨、老前辈，个个都扎实惹眼，跟一些名满天下的大青衣对比，赵丽颖明晃晃就不乡村了。这是实情和残酷，也是促进和鞭策。有一说一的申万我依旧相信，差距是需要走近，因为娱乐圈像巩俐这样既能霸气侧漏又能土到掉渣的演员，注定抢眼和出圈。前辈就是前辈，赵丽颖自然略逊一筹，无可厚非。然而，认清差距，无畏差距，就能缩短距离，甚至后来居上。这需要过程和耐心，更需要聪明和智慧。那么，赵丽颖的村姑到底与之前那些饰演过村姑并大受好评的女演员们到底差在哪里呢？首先，申万我已经提到了，横向比较的话，赵丽颖电视剧一姐的地位超然依旧，因为现在娱乐圈的女演员现状依旧还是不愿扮丑的人居多，这让赵丽颖的碾压之势没有悬念。因为能把村姑演到好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无惧扮丑，这一点熟悉本频道的您一定听到耳朵生茧了。而现在的娱乐圈，走个红毯，参加个晚会，就要发艳压通稿，非得给观众洗脑说自己是最美的等等，这些操作是85花90后的通病。不仅如此，有些颜值恐惧症的女演员，连演戏都要秉持演四海八荒美女的基本原则，一味的追求漂亮而忽视剧情的需要。因为有点姿色的演员们都怕给观众呈现丑的一面。说到底，现在的影视行业，美女人设是最吃香的，村姑人设是被女艺人拉入了黑名单的。因此，身为顶流的赵丽颖能为了证明自己去饰演一个村姑，这一决定是值得尊敬的，算是同龄人的先河了。但是，按赵丽颖目前的情况来说，她依旧需要靠脸吃饭，因为狡兔需要3窟，古偶也是刚需，让赵丽颖这次特意画花脸扮丑女来满足何幸福的底层人设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在剧中能看见的，始终是她保持干净透亮的脸。这与丈夫王庆来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一些观众无法相信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大妞，有的直呼出戏，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郑晓龙老导演的考量也是必须的，那就是巩俐的年代是旧农村的年代，赵丽颖的和幸福明晃晃是新农村，所以强行比较有好有不好。赵丽颖演的农村大妞是改开的新农村，因此多了去城里镀金的变通理由。因此，除了衣服不是最时尚的，其他真没看出来是农村的。此外，巩俐和赵丽颖的气质差异很大，的确属于能丑能美的演员，而且前者更辣眼睛。相比赵丽颖，巩俐饰演的和幸福原型就更加符合村姑的乡土形象了。在申万我的眼里，现在的巩俐再时髦，也掩饰不住早年的土气，所以她身上的旧农村的土气比赵丽颖身上的新农村的土气要强烈许多。而且张艺谋大导演是谁？眼睛之毒也是没谁了。所以巩俐为了饰演秋菊，
特意到陕西去体验生活，故意把自己晒得黢黑。因此进组后她也不上妆，为了让自己更符合形象，她连头发丝都不放过，故意搞得毛躁，整体邋遢至极。而在剧里，她表情憨厚又倔强，始终穿着花袄与棉裤，头顶包巾，大着肚子，让大家彻底忘了她霸气又艳丽的样子。因为巩俐的付出，她也成功凭借该角色封神了。而不吝扮丑的还有成名已久的蒋雯丽。娱乐圈曾流传着一句话，说蒋雯丽是中国的阿加妮。确实，她如果不是颜值出众，怎么会射中顾长卫的心呢？不过，娱乐圈从不缺美女，缺的是能为艺术献身的演员。在《立春》中，蒋雯丽饰演了一个满脸麻子、一口龅牙、体态魁梧又全身蜡黄的农村妇女王彩玲。看电影时，让人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蒋雯丽，因为王彩玲和蒋雯丽完全不一样。她这种形象已经不是扮丑了，而是叫毁容了。这种毁容的操作特别容易让人忘了其演员的身份，这点极其重要。所以呢，蒋雯丽的毁容和现身，最终也换来了她百变影后的称号。同理的，闫妮在《斗牛》中也颠覆了形象，扮演了一个丑陋又泼辣的寡妇九儿。其实，男演员扮丑大获好评的概率比女演员高得多，因为娱乐圈里能扮丑的男演员很少，突然出现一个愿意扮丑的，就会被夸上天。现在正在跟王一博对戏当中的丑星黄渤，无疑就是一个公认的没偶像包袱的人。有意思的是，在《立春》中，闫妮比这个特别照顾王一博的黄渤更加没有偶像包袱。他不仅无情糟蹋自己的颜值，甚至在行为上也模仿了村姑，特别是他那搞笑的刘海和一口大黄牙。当听到有人在村口说八卦时，他抱着柱子的憨样喜感十足。闫妮的演绎着实令人敬佩。说到这，身外我尤其希望黄渤老师能够在热烈中强烈灌输一把这个成功必须的灵魂鸡汤给身边的王炸弟弟王一博，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在乎美不美了，而是丑不丑了。如果王一博依旧没有摆脱酷帅的羁绊，他的演技之路可能还是容易被易烊千玺小跑领先的，因为易烊千玺已经再次刷出薪酬底线了。同样的，对比三位前辈，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中的样子的的确确有了村姑的模样，却少了村姑的丑态。很多拍影视作品的导演小时候都是衣食无忧的，根本没体验过真正的农村生活，所以在拍摄农村剧的时候只是根据字面意思拍。不只是导演，许多演员也如此，所以女演员们演不好村姑也挺正常的。但真正的好演员是能善于观察且学以致用的，比如刘涛。申万我其实也聊过了，他在2000年出道后参演的角色都有温婉佳人的特点，他的戏路基本是裹足不前的。有意思的是，2008年他与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珂结婚退圈，沉寂3年后他再次复出赚奶粉钱，这次他选择挑战自己，颠覆形象，出演盘龙卧虎高山顶中的独村妇白玉娥一角。而当时刘涛怕自身气质与角色明显不符，所以在开拍几个月前就特意观察了村妇们的行为举止。剧中的他更是把自身白皙的皮肤涂黑，隐藏高挑纤细的身材，穿着憨厚又花哨的东北大袄，张牙舞爪不修边幅的走路。最让观众津津乐道的就要数刘涛端着一碗瓜子，边走边摇又边嗑瓜子的样子，吐出的瓜壳还不用手拿，而是随着嘴里的口水吐出来的场景，这样子像极了村里闲出屁的农妇日常。后面刘涛还盘坐在大门外与人交谈，与此同时他还不忘边聊边吐瓜子壳。刘涛呈现的这一幕就足够证明自己的用心程度了。即便身外我还是肉眼可见刘涛的演的痕迹，但是他努力扮丑的尝试的的确确让后续的资本都个个暗挑大拇指。无独有偶的是，身外我同样提到的也非常欣赏的于月仙，也与刘涛一样，在扮演农村妇女时，除了演技就是靠行为动作加分的。在于月仙未参演乡村爱情之前，她也是圈里数1数2的高颜值美女代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西游记后传》中妖娆性感的陈武贞呢？剧中她与马雅舒扮演的白莲花被称为最早的白月光和朱砂痣。后来她又出演了《水浒传》中的被镇关西看中的美人金翠莲。年轻时的她曾与陈宝国饰演过夫妻，
剧中的她气质高贵又时尚，她的美也曾让张艺谋心动。也正是因为美，才限制了她的事业发展。为了打破美女标签，她开始接农村戏。这也正正说明了一点，农村戏真的就是苦尽甘来、丑尽破圈的捷径。其实，《乡村爱情一》中的谢大脚还能看出是个身材曼妙的倔强女子，她担得起象牙山美女的称号。参演该剧后，她也曾陷入如何证明自己的沉思。可以看到，剧中的她为了符合东北大妞的形象做了很多努力。除了穿搭外，那一口东北大碴子味的方言也加分不少。谢大脚的性格是大大咧咧的，剧中少不了她与王大拿、刘能、赵四等人干架的场面。与南方人不同，谢大脚干架符合东北气息，因为他是抡起凳子往人身上扣的。他的种种行为也将一个东北妹子演绎得淋漓尽致。深万我特别喜欢这个谢大脚，横着走路的样子简直成了乡村爱情的隐性招牌了。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另外还有一个蒋欣，给大家的印象一直是以华妃和樊胜美的霸气为主的，因为她确实把这两个角色塑造得很好。可尽管如此，她也经常跳出舒适区，挑战了很多更难的角色。2021年，她饰演的申纪兰获得了一致好评，主要是因为她对人物的细节塑造。在剧中，她是个土生土长的山西村姑，在那个封建的年代，别人裹小脚，她却偏顶着大脚丫满地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与丈夫成亲的戏份，蒋欣拖拉着嫁妆赶来，不料却遇上了丈夫因战事危急被召唤回前线打仗。她为了能见丈夫一面，隔着一条深渊吐露了真心。蒋欣一口流利的山西话惊艳了观众，她的农妇形象瞬间就立起来了。不仅如此，她还在剧中锄地挑担所做的动作也十分标准。而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中也有下地干活的场景，可当剧播出后，她拿锄头的方式居然遭到了挑刺网友的各种嫌弃，居然有人吐槽她说一看就知道没下过地。这种言辞当然是黑粉的惯用伎俩了。要知道赵丽颖就是农村妹子，下不下地真不是黑粉说了算。只是呢，真要对比起那些一招一式、一点一滴都喜欢打磨较真的老戏骨，赵丽颖被批也的确成了一种变相的鞭策了。说白了，在剧里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出赵丽颖也努力的在找村妇憨厚朴实的样子，只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小圆脸的赵丽颖如果显得不够憨厚，只能说黑和丑不够彻底而已。当然了，看客诟病的太白太甜的看剧体验，与她之前出演过太多傻白甜角色有关。不是说赵丽颖演得不好，而是人一旦有了固有观念就很难改变，观众如此，演员也如此。如果赵丽颖要让观众信服的话，依旧需要更用心观察农村妇人的生活方式、语言艺术、面部表情和粗俗模样。因为演员如果让观众瞬间忘掉了之前的形象与角色，明晃晃的，那就是最简单也是最大的成功了。演员为什么能称之为演员？就是他可以根据导演的不同要求，呈现不同的人物情感。可娱乐圈剧抛脸不是常有的，所以当饰演与自身气质相差很大的角色时，对任何人都是挑战，都是困难的。说到这，值得一提的就是演员刘琳了，她就是难得的一位天才型演员。演员都是要有代表作的，比如赵丽颖的代表作就是《杉杉来了》和《花千骨》。这里面赵丽颖饰演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可爱。赵丽颖也曾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角色，效果各异。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她饰演的明兰是一个聪明冷静的人。播出之后，她的口碑就呈现了两极化，说她演技毫无进展的人还是有的，这就再次说明了剧抛脸的重要性了。不仅如此，赵丽颖的台词功底同样被人诟病。当然了，有些人的目的还是好的，就是希望更上一层楼。回过头，在《幸福到万家》里，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演技到底有没有突破呢？在视角永恒359度的申万我的眼里，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在剧里，赵丽颖很多次拈手即来的惊恐讶异和眼含泪水的表演，其实都很到位，都是用来表示生气和委屈情绪的。然而呢，就是这种拈手即来的熟悉感，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了模式化的表演，无法打动他们的心。从这些人的视角去理解的话，的确可以感受得到所有角色一个样的挑刺感叹了。这就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内卷的问题。
也就是说，巩俐的情绪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赵丽颖的脸上呢？这说白了，就需要巨抛脸的蜕变了。巨抛脸就是所谓的抛弃了上部戏的脸，这是个褒义词来的，是比喻一个演员演技很好的褒义词。如果一位演员每演一部戏都能够演什么像什么，都能够下一部戏也没有上一部戏人物的影子，那么无疑的，他或她就是成功的、戏精的。演员刘琳就是这样一个过目即忘的巨抛脸来的。她出道前期就挑战了各种角色，她演过娇憨的女大学生，也演过悲苦的女性角色，还演过身手矫健的地下党员。要问起刘琳的代表作呢，那就麻烦了，因为比较杂，毕竟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上留下了不同的形象和刻画。或者说，刘琳最具挑战的角色还是《父母爱情》中的江德华与《觉醒年代》中的赵荏兰了。要说演农妇就一定要扮丑和行为粗鲁，这种约定俗成的快线套路还是有特例的。刘琳就是一个奇怪的特例来的，她可以用最干净的方式演出一个最贴近生活的农妇。因此，有的网友非常聪明地把刘琳和赵丽颖拿来做比较，这对比和内卷的确很有思想。因为不黑不土的刘琳的确通过大量地道的肢体语言，完美诠释了农村的土味。申万我只能说，不少执意批评赵丽颖的人不曾留意到一点，比方说，赵丽颖拥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这眼神跟刘琳的眼神的确对情绪的表达有些差异和不同。请特别注意的是，刘琳的长相真的一般，她的演技和眼神明显更加容易把黑和丑之外的情绪传递出来。相信不少人在看到赵丽颖眼神杀的时候，都容易先被水汪汪的美丽暖上1秒的时差。因此，情感的滞后的确让没有深度丑化自己的赵丽颖吃亏不少。这种吃亏其实放在王炸弟弟王一博的身上，同样是一模一样的。当一位演员彻底丑到让人完全忘掉了他的过往作品和现代身份的时候，他离巨抛脸的距离也就一张纸的距离了。说白了，颜值绝对是个好东西。然而呢，演员的颜值和角色适配度也是很重要。近期，杨紫在沉香如屑的状态遭到网友们的深度诟病，大家纷纷吐槽说杨紫太丑了。有趣的是，同样观感的申万我一直都是这个简单纯粹的态度，一直笑而不语的我，可谓是不谋而合了。杨紫跟刘琳一样，都是好演员，属于没有颜值担当、没有颜值包袱的好演员。结果呢，需要手术刀和滤镜的杨紫偏偏无惧长相不佳的诟病，偏偏执意要出演3届美女，这种不信邪的硬刚已经不止一次被吐槽了。这完全归咎于她找不准自身定位。因此，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被诟病的原因也是类似，只不过赵丽颖被黑不是因为太丑，而是因为太好看了。换作10年前，赵丽颖还是土气妹、懵懂妹的时候，去出演何幸福这个角色，或许好评率会更高，因为浑然天成的感觉会更多。可惜的是，尽管在该剧中，赵丽颖已经不施粉黛，形容瘦削，淡妆出镜了，结果最后的样子依旧令人直呼太美了。这说白了，的确会让一些看过老戏骨农村戏的观众们一看就看出差距感了。一些人的反问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一个每天干农活、面朝黄土的人，怎么会有如此白净透亮的肌肤呢？说到这，惯常不吹不黑，拒绝尬吹尬黑的申万我对这个质问的确无言以对，因为再丑一丢丢，再黑一丢丢，一切难题都会解决了。这个问题放在电影圈更会放大出来，因此王一博的挑战绝对不小。对比颜值不高却要执意演美女的杨紫，秦海璐在《白鹿原》中就完美走进了自己的舒适点和舒适圈。她凭借自身的形象塑造了一个接近完美的农村妇人仙草。仙草是一个长相普通又任劳任怨的农村妇女。秦海璐在这部剧中收获的好口碑，得益于自己不是美人的残酷事实。这跟刘琳完全同版的演技适配感一模一样。而仙草这个角色，如果是其他颜值出众的演员出演，注定没有那股淳朴之风了。只能说，长相普通的人更能驾驭村姑的角色吧，因为这才是最贴近现实啊。纵观全国的农村妇女，大家会发现，没人会穿着华丽，没人会穿金戴银，更不会去抹胭脂水粉，更多的是随性。皮肤暗黄又粗糙的样子，
这就是真实，这就是地气。已经不断在沉淀着自己的赵丽颖，从幸福到万家开播开始，都给人一种相当惊艳、鹤立鸡群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很棒，因为对比以前，她的沉稳大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起那些同龄花而言，更是极匹马位之多了。而且电视剧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不需要刻意打扮成旧农村的土气，只是内卷化严重的内娱圈老戏骨的存在感依旧特别强烈，特别容易当成标尺。皮肤白皙的村姑的确容易给人口舌，所以赵丽颖挑战新领域的精神必须横向，也需纵向，因为市场越小，内卷越大。这次赵丽颖在多方面被对标前辈之后，相信赵丽颖注定会继续留意丑女的终极演绎和巨抛脸的终极方向。鬼聪明的王炸弟弟王一博更是必由之路。